风和日丽的，我们来圆明园逛一圈。圆明园现在的门票是10元钱，西洋楼遗址的门票是15块。圆明园呢，一共分为3个园子，分别是圆明园、长春园和启春园。圆明园呢是最大的一个园子，是皇帝主要理政和居住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长春园开始逛，这里边就是风景比较好，有很多这个水景小湖泊，还有比较著名的那个西洋楼遗址。然后启春园呢是由多个小园合并而成的，是皇太后的住所，风景也比较美。拍好了吗？可以往那边看。圆明园里怎么还有个奶茶店？这是奶茶店吧？是的。这边是一个拱桥，这个可以扫码免费领取1张纪念门票。这里有一个海棠书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冰箱贴，12兽首冰箱贴。这是一些小首饰，还有一些皮筋儿、小镜子、梳子之类的。12龙九凤冠，天安门，这是旋转冰箱贴，这也是一个凤冠，凤冠冰箱贴，各种可爱的小猫咪。这画的是谁？卡通钟馗，有点卡通，有点奇怪。磨热咖啡，配上热气腾腾的蛋花汤，太舒坦了。好好吃饭，快乐游园，快来圆明园海棠简餐汤中尝吧！皇家园的手工品味居阳魂，圆明园海棠简餐汤欢迎您的到来。真大到了！再来一个明白。这是一个打铜钱祈福活动，投中3次或以上铜铃获得祝福币1枚，连续投中3次铜铃获得圆明园纪念币1枚。哎呀，还是没有。一群鸭鸭，瞎说，真假？是鸳鸯。这边有3翅膀，3只翅膀。他们好像在求。临时的我觉得盖的。哇，上面还有好多好多锦鲤。是的，金色传说。我怎么感觉今年圆明园的人比往年都多呢？确实，往年来圆明园的人，去年还是前年，好像都挺少的，就夏天的时候还挺少的。而且现在也不是什么节假日啊。人山人海的，怎么？到周末就这么多人。你看这个红红的叶子好好看，你去拍一下呀。
1米吗？1公里，哎，对，我这块儿特别美，真的。圆明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被火烧过的残垣断壁，然后现在实际上修缮过后是非常的漂亮的里面。我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。这边是时光买卖街和西洋楼遗址。来看大自然的调色盘，原六色的。就是。这个是韩月楼。是一家文创商店。真的吗？我们看看。遇见下宫咖啡，这明明是一家咖啡店。湖边咖啡店。稍等2-3分钟就好。哇，这个银杏黄哎。你看这个树，哎，你站在这个树下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。地上有没有银杏果？哎呀，确实有银杏果。这个好像可以吃吧？在。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，这个银杏果是不是可以吃？可以吃。真假？给你吃一下。当然不能这样直接吃了，银杏果是可以入药的。在日料店里有银杏果盐焗银杏果，是吧？应该是。银杏果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你拿着。好像是，我之前好像吃过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果子把它掰开，里面不是这样的吗？哇，好臭啊！哎。实际上把它掰开了以后，它里面就有一个硬硬的，然后里面那个芯儿可以吃的，真的可以吃。我之前吃过，我知道，它那个盐焗银杏还挺好吃的。当然啦，就是你第一口吃感觉这个味道奇奇怪怪，还有点苦。对，然后越吃越上头。哇，那有天鹅，黑天鹅。真假？快看！哇，真的哎，这么大这个天鹅，能看到吗？远处。对。哇，这个天鹅的脖子怎么那么长啊？圆明园里有好多这种拱桥啊，好多。到处都是这种荷花池，感觉夏天一定很好看。对啊，我们之前夏天来过，你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没有拍。道路两边都是银杏树，左边是银杏树，右边是荷花池。这个圆明园的荷花池真的好大呀！都是两种。漫步在这个地方非常的轻松。哇，好好看！捡片银杏，咚咚咚咚咚咚。看好了吗？这边好多银杏呀。慢点走。最喜欢下午来逛，下午来逛的话，这个阳光就很好看。哇塞，应该真的好多银杏啊！这会不会就是银杏大道呀？有可能。哇，刚好，这个银杏叶子刚好掉下来了。哇塞，我们来到了银杏大道，走。诶，左边的银杏黄了，然后右边怎么还是有绿的呀？就是有点臭。银杏大道很臭，但是风景很好看。这银杏果的味道，越多的银杏越臭，真的好臭。这边有大风车诶。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是赏银杏树的最佳时节。北京的地坛公园、天坛公园、圆明园、颐和园，还有一些小胡同里面的银杏树，这个时节都非常的好看。
时光美食街。5月份。怎么有股烟味儿？又是大卤煮，卤煮大肠。来，拿海鲜卤煮啊！又是火爆大鱿鱼，还有大面筋。传统的冷冰淇淋、爆肚、烤面筋、手打儿。想你的风吹进了买卖街。这个时光买卖街没什么好逛的，感觉国内所有的景区的所有的小吃一模一样，同质化十分的严重。GoPro 就是蓝天白云，黄银杏。看银杏树上全都是银杏果，结的特别的丰厚，然后地上已经掉满了银杏叶。这位小哥在拍银杏大道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回来小道，如果没有人的时候，这条道一定很好看。人少的时候，这条道可以拍一整条街，拍出来的效果一定很棒。好了，高一点啊。好，开始。哎呀，我靠，没电了。对，没错，别动，3、2、1，真不错。现在来买这个西洋楼遗址的票，也可以买通票，也可以单独在这里买票。买通票划算一些。买通票划算一些。买通票是多个什么东西吗？多了一个那个全景沙盘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来这一块啊！这个地方就是西洋楼遗址了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。断壁残垣。断壁残垣。乾隆皇帝在位时，清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。他致力于将圆明园打造成一个集天下美景与奇观于一体的万园之园。当时呢，有一个传教士叫郎世宁，经常呢向乾隆皇帝介绍西洋的奇珍异宝和建筑风格。在1747年，也就是乾隆12年的时候呢，郎世宁向皇帝呈现了一幅欧洲的喷泉的图，当时呢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极大兴致。乾隆随即决定在圆明园的长春园北部仿造一座带有喷泉的西洋宫殿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斜旗趣。这是西洋楼遗址最早建成的建筑，是一座演奏中西音乐的建筑。楼前呢有大型的喷水池，是乾隆皇帝欣赏西洋音乐和喷泉表演的地方。这个呢是我结合3D 的复原图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从1747年乾隆12年开始动工，到1759年乾隆24年，主要工程呢基本建完，前后历经了11余年。后来呢，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烧毁。前面这个地方呢是西洋楼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，是一座仿照欧洲迷宫建的一个花园。黄花镇用1米多高的雕花砖墙分隔成错综复杂的这个通道。中秋之夜呢，乾隆皇帝会坐在迷宫中心的亭子里，
命宫中女子手持黄色的彩绸扎的莲花灯，在迷宫中奔跑，先到中心者可得赏赐，场面呢非常的有趣。前面有一个被盖起来的这个东西是孔雀亭。这个是仰雀龙遗址，它的官方名字是仰雀龙，是之前皇帝在这个里面养了许多的奇珍异鸟，主要还是孔雀。临时保护罩，它被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盖子给罩住了。这个地方叫做方外观，它最初是乾隆皇帝欣赏西洋风景的一个点缀性的线路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后来呢，据说是皇上相中了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妃子，叫做何卓氏，即民间传说中广为人知的香妃。因为香妃信仰伊斯兰教，为了缓解她的思乡之情，并尊重其宗教信仰，乾隆皇帝呢特意的将这座西洋风格的建筑改建成了一座清真寺，里面刻着伊斯兰元素的碑文，据说里面还存放着古兰经。同样也是我用 AI 做出了一个视频。这个是圆明园官方的铜版画，是不是和我用 AI 做的很像呢？这个地方呢是蓄水池，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电力水泵，要获得这种水压呢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重力。原理也非常的简单，就将水提升到这个远高于喷头的位置先存起来，然后利用水自身的高低差，然后产生势能来打开这个阀门，然后水就会以这个很高的速度从这个喷头喷出。因此呢，要保证泉水长时间的表演，就必须在附近建造一个很大的蓄水池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教材课本上的封面，叫做大水法，就是大型的喷泉。大水法是整个西洋楼乃至整个圆明园中最壮观、最复杂的喷泉群。大水法的池中呢，有一只造型优美的铜鹿，从鹿角中呢喷出8道水柱，池周围呢还有10只铜狗，从口中呢也会喷出水柱。池舍中央的铜鹿，这个场景呢被称为猎狗逐鹿。好像是皇帝就是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看对面那个大水法表演喷泉的，应该是。这边有个石碑，我们看一看上面写的啥。走，清朝皇帝观赏大水法喷泉的地方嘛，上面有那个皇帝的宝座，原先有皇帝的宝座，后面是5件石刻并列而成的大型石屏风，分别雕刻的是西洋的军旗、甲胄、刀剑、枪炮的图案。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晏堂了，可以从图中看到原本的海晏堂摆的12个铜像，分别是12生肖，每隔2个小时呢就会有一只生肖喷出喷泉，然后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呢，所有生肖就会同时喷出喷泉，喷向中心的水池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呢，将12兽首砍了下来带走，流失了海外。消息传回欧洲后呢，英国和法国政府将其包装成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。然而在这片胜利的喧嚣中，一个洪亮而愤怒的声音从法国本土响起，严厉地谴责了这场暴行。这就是维克多·雨果。他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勒特上尉的信上写道，有一天2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，一个进行抢掠，另一个放火焚烧。这2个强盗，一个叫法兰西，一个叫英吉利。胜利者装满了自己的口袋，我们眼见他勾搭在一起，
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。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盗窃，有2名窃贼。他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祖国法国称之为强盗。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正义感在当时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。在信的结尾呢，雨果写下了他对未来的期望：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，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。这句话在今天读来，依旧是对文化遗产归还问题最有力的呼声之一。如今12兽首已经回归了7个，相信随着祖国的强大，12兽首回归的将会越来越多。